你觉得房价偏高的时候适合进场吗？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在上一支影片聊了买面大马路的房子好不好？如果你还没看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想跟你讨论，为什么房价高更应该买房就追高。现在很多乡民会说，现在买房子的人都是盘子都是白痴，都是智障。房价这么高，以后一定会下跌的那最好的做法是先租房子，然后等房价崩盘的时候它再捡便宜这样。这个说法你同意吗？应该是不同意啊，你都来看买房阿元了，对不对好，那我的看法是很好啊，那他就不要买那这样也不错。为什么？因为这样我们买的房子才有人租嘛，对不对？才会有人帮忙缴租金不说干话我会说，就是因为房价变高那更应该要去做买房子的动作，因为房价上涨的同时，房租也会变高。这里面你去查租金指数就知道，你去问一问那个你身边租房子的同事就知道，租金都在涨。也就是说，乡民所谓的先租房子来避风头等晚几年再去买房子的这种做法，以台湾现在的现实环境来说，就是一种精神胜利因为你的房租并不会万年不涨，你知道。房东看到隔壁搬进来的，一个月收2万，然后他现在只租给你1万5，那一定是找借口去跟你涨租金的嘛。然后现在这现在牌很多可以打呢，包含台电涨电价，对不对不然就是到期怎样直接不租给你那你房子买下去该付多少就是付多少，银行也不会乱调你的利息，只会跟着央行走那反而你是很有保障。也就是说，至少你该付的钱，在这个时候在你买房的现场就不会再有变动了而不是说你无法防御。你是租客的话，房东涨你租金就涨你租金所以我想让你知道，你是可以买远一点的房子你可以买远一点的房子，这不是干话这真的就是这样你觉得台北你买不起，那你就买新北啊。那你觉得新北买不起，那你就买桃园啊。桃园现在人口迁入，你以为桃园人那么会生这当然都是台北新北跑过去啦青埔，对不对？那还有那个林口好，那如果都买不起，你就乖乖存钱因为现在买房最好的做法就是先求有，再求好。买远一点这没差，我都买到远10点了，台北买到高雄来了那现在我们趁我们的肝还新鲜还年轻通勤个1-2个小时还撑得住，那你就先买吧我相信你身边的亲朋好友现在一定有人是买在桃园，然后在内湖科学园区上班，因为我很多同事就是这样反正就是通勤时间嘛，每天就是1个多小时嘛然后看你是搭高铁还是坐机捷还是坐捷运，就滑手机打电动嘛现在大家不都这样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再不上车，未来会怎样越来越难上车。那如果你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可以由租转买我跟你分享一个算法，你就去算你现在的租金够不够支付另一间房子的房贷的本金加利息如果够的话，你就应该考虑把那间怎样买下来。如果不够的话，那继续租房子存钱这个是没什么大问题的。最后你要知道，为什么我会劝你要早一点买我这个频道经营一段时间了这个我一开始我拍好玩的那到现在就真的会有观众来问我，某某区某某社区的房子现在买会不会太贵晚一点买会不会等到便宜那我也老实说，你3年前就觉得很贵的房子，3年后你自己看看，对不对？3年前居住正义大侠就在等了，对不对？等他们13年前就会等了，你看他等到什么？对啊，他以前有机会上车上不了车，现在就没办法了，他这是望洋兴叹真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投报率很重要因为投报率高的房子，各项机能不差各项机能不差，房子要跌也先跌不到它，你知道那在现在这个局面底下，它至少就不会崩盘嘛会先掉价钱的一定是体质差的房子。也就是说，你现在一坪买30那未来至少你要卖在30以上是很有机会的你怎么会一坪买30，然后你要卖的时候只剩13可以卖嘛还是看当时的市况跟你的地段怎么样。所以我真的不觉得你真的买贵还是有贵到哪里去顶多就是未来你少赚一点而已但是话又说回来你就买贵，到时候你也卖贵就这样子就好卖不掉有差吗？卖不掉你就租人就继续租就这样子而已为什么我们要善用台湾给我们的这个持有成本极低的这张牌
现在房市这么热哦，很多房仲其实都是不缺买家，缺卖家哦。那如果你还是走马看花，就是让房子这样继续贵下去而已，贵到你到时候高攀不起。我真的是这样想啊，这个很难听的哦。这个我也看现在这一集出来，这个留言区里面又要站来站去了哦，那就站吧哦。讲完了，我们整理一下，我们今天讲了为什么房价高更该买房哦。许多人认为当前高昂的房价就是他不买房子的最重要理由，但实际上高房价跟租金它是高度挂钩的哦。那房价上涨，房租也会提高。好，那如果你就打死就是只继续要等房价崩盘之后才要去捡房子来买，现在都租的话，那你是无法防御房租上涨的这个状态哦。所以这个等房价下跌哦，以现阶段来看，很像是精神胜利法，因为房租啊它就是会涨价哦。那租客啊，你租的越久，其实你承担的风险越大。所以我建议你哦，可以怎样买远一点的房子哦。如果觉得主要城市蛋黄区的房价过高，那你可以买周边啊，或是更远的地区啊。这种策略啊，就有效降低你进入房地产的门槛，同时也可以透过通勤时间的妥协来换取较低的房贷，并且我也鼓励你去计算哦，当前你支付的租金是否足够 cover 另一间房子的本金加利息。如果够，那你就应该买啊。那如果不够，那你继续租并且继续存钱等着去买房子，这没有什么问题。最后我想问你，你听过最远的通勤距离，最远通勤到哪里？欢迎底下留言跟大家分享。我先讲哦，新竹到内湖科学园区。我再说一次，新竹到内湖，那是一个短期专案啊。那时候跟他聊天，就是有1个月常常要来，然后他就是真的是新竹高铁这样通勤到内湖科学园区。怎么通勤？新竹高铁坐到南港，然后再转那个捷运文湖线，就这样啊。那这是短期专。我说，那要是你就是这种上班，长期上班，你受得了吗？他说，干这个我没办法。对啊，这是我目前听到最远的通勤距离。如果你想要知道我是如何观察房市的，记得订阅加分享影片到你的 LINE 群组里面去。A 片群组也没有关系反正让他们看看我的脸，冷静，或是加入频道会员，以后我会分享更多房地产的八卦给你。讲八卦，就关于房地产的入场时机啦，我有个思考当然我又要不保证正确了但就是分享，你自己参考看看。先说结论股票不能追高，房地产可以。这是我跟只做股票的同学讨论出来的结论啊，至少这个准则到目前为止还是有效就是说股票有一句话叫追高杀低嘛，对不对？追高杀低那这往往是失败的操作好，讲到这里，一堆那个做股票的少年股神又要在留言区发表高见要酸我不懂之类有没的。好，说什么追高杀低他也能赚很多之类。好，我们先不管，我们就看几率散户不就在追高杀低，然后散户都大量赔钱，对不对散户要赚钱就是什么整个经济一片向上，那个大家都在赚钱的时候，他就赚得到钱。OK， 好，追高杀低的操作在散户身上很可能90%以上都是赔钱的操作，这不用争辩。然后为什么我说房地产反而可以嘞？这是因为房地产市场的特性跟股票市场不一样。我想你应该也听很多人在讲什么他当初买房的时候，整个社区啊，甚至整个地区的怎样实价登录最高价被人家笑盘子。但是过了2年3年以后，就又有人买的比他还高，对不对？这种故事超级之多说不定你去问问看，你那个2022、2023就买房子的同事，你去问他们基本上就是这个情况，甚至你自己本人可能就是这个情况。好，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房地产第一点，人人都想要新房子，这也不用解释，尤其是年轻的女孩子她买了房子不只是房子，还买了面子，这样有面子属性。第二点，未来的新建案，因为建筑成本跟人力成本的关系，只能够开价更高反正会有第一点的那些买方来买第三点，中古屋此时就变得相对便宜，因为被新建案新成屋、预售屋拉开价差。比方说，我讲我熟的高雄美术馆高雄美术馆新案现在开52，中古现在还趴在35在那边喘呢52跟35你看这个价差是不是很大来，第四点，只要该地区的土地供应足够，新建案就会一直出来，并且一案比一案高
好，那中古屋自然就会跟着水涨船高。哦，上面综合起来判断，自然就可以实现说，不论你买新还是买旧，你追高成交，你第一年当盘子没关系，反正你就盘1年，之后反而都可以获得这个不错的报酬，就是这样来的。哦，那哪时候不能追高呢？哦，就是你那个地方发生什么事。来，第一个新建案不盖了。哦，来第二个新建案盖了，但是它价格没有往上。哦，那此时就是怎样，市场可能出现问题了，那你就观望。哦，就这样。哦，那这样子做的胜率极高啦。这有多高？这高了几十年哦。自从2009以后，大概都是长这样。哦，房地产啊，你看它崩跌难啊，超难的，因为房地产有僵固性。哦，那它大概就停着。哦，然后再等到一个大风吹起来，它会往上爬，像现在。哦，像现在。所以我们这一派人哦，就是我们就去看那个地方的预售屋的实价登，现在预售也上实价登录嘛，这真的是德政，这是 Open Book 考试，我都不用像以前那样电话打一堆去问，然后我也不知道他讲的真的假的。好，现在就是查预售实价登录，每个礼拜去把新出来的价格背一背，然后背久了，我自然就会知道说，这个新建案旁边现在中古有开一间出来卖，那有没有相对便宜，有没有空间？其实就是这样子而已。那至于是不是追高，在房地产大涨的周期里面，你管它谁不是在追高就是这样。嘿啦，所以追高杀低跟你分享一下，那房地产你就追啊你只要确定还是有新建案开得更高，那就 OK 啊那我是都做中古啦你要去追新建案的预售也没有不行啊那你就自己看懂，然后主要啦，核心前提还是什么？你很熟那边的行情这样东西出来你才知道它是贵还是便宜那像高雄美术馆现在就是很明显走到一个拐点，新建案比较好一点的都50以上，然后现在中古还在35那中古也没多古啊，它也都17、18、16年的房子35，其实这个在我们看来就价差过大那就会收敛。请问收敛是新建案要往下跌，还是中古屋要往上跑？对啊那机会在哪里只要你对实价登录够熟，那就 OK 了我自己一直以来也都是这样，实价登录那么慢，拜托，股票 K 线那个是什么？我看我同学在做期货，那个是1秒1秒那边跳来跳去房地产超慢的嘞，每个礼拜去刷一次新的实价登录，这样就好了。跟你分享，影片看完了我是买房阿元我跟你讲买到会增值的好房子这件事情的难度绝对不亚于你去追女朋友。你看再多的浪漫爱情电影、偶像剧，听再多的两性专家分析，都绝对比不上你直接去追看女生反正不是得到就是学到。那买会增值的好房子这件事情也一样，你听我在这边讲这个房子不能买那个房子适合自住这个房子可以，这个投报不错，就算你再听个100集，你手上也不会凭空变出一间房子啊。所以你最快的方式就是直接下场去看房子你先看再说那你才会知道哪一种房子啊适合你长期资产，买下来你不会怕。为什么我会说买房子跟追女生很像你看你身边有没有这种人在交往之前东挑西挑，条件超级之高，对另一半的要求超级之多男的他就要另一半怎样，肤白貌美大长腿，女的就要男生怎么样，温柔多金8块腹肌。那最后你去看这个要求最多的同学他的对象是不是跟他当初设定的其实差别蛮远的？买房子也是啊，很多新手在买房子的时候也都一堆幻想什么坪数要大，总价要低，景观要好，屋龄要轻。那这种稳赚不赔顶级物件其实根本不会轮到你跟我来买。那所以只有你真的下场了你真的开始去看房子，你才感受到市场的温度，你才会知道说哪一种房子是你可以买，而且你愿意买那你买了以后你不会怕的。那我们的第一步就是要去找到一位信任的房仲，就带你去看，帮你完成买房子交易。这个房仲的角色其实真的很像媒婆。例如今天你要找另一半就算你不知道哪边可以找对象，你还是可以玩交友软体但是房子它不会主动跟你聊天。59以上房子那么多间，你24小时在那边刷你也刷不完。那最有效率 CP 值最高的方式就是你把你的需求、资产需求你告诉你信任的房仲，那他来帮你媒合房子。像我买高雄的房子也都是配合这个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我配合超久了，超过10年，我没骗你。那人家就是在地经营嘛，就是专业啊。那我跟他要房子他也都会先过滤适合自产的，他才会 po 给我，也不会强迫推销那你只要考虑这个房子你能不能接受，
啊，这样就好了哦，非常的 OK。我是相当信任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那我高雄的买卖都是委托他们，我自己有买卖过，我才推荐给你的，而且买卖超过10年了哦。那我高雄的买卖都是委托他们，我不骗你。在高雄不止台积电哦，各项重大建设也都在盖。如果你要自产高雄，我就推荐你找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因为我跟店长配合非常久了。非常的尽心负责，也有长期合作的装潢、整理、出租哦。反正自产高雄，你有房子要买或是要卖啊，我就推荐你找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现在就加他们的买房阿元专用 LINE 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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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老鼠5个 go 啊，那马上你就可以看到他会 po 给你那个适合自产的房子。但是我知道台北人。怎么样？天龙人很多，我的观众还是中型台北，那你就加另一个 line 小老鼠 buy 台北，小老鼠买台北，小老鼠 BUYTAIPEI 就买台北的意思。这位我以前不敢 po 出来那这位是我台北市房地产的前辈导师，非常厉害的等级他店在信义区，他平常主要都是服务台北市超高资产的客户台北市的房地产跟重大建设，我有不懂我也是问他，所以不管你要自产台北、新北或者你房子要给他们卖也都可以啦。那不过我要提醒一下既然你都敢去看台北市了，那你的实力就要够你不要没多少钱，你说你要自产台北就去闹我前辈那边你实力就要够不要没多少预算那边跑去闹这样我真的会被他骂。那我台北、高雄的口袋名单我都推荐给你了那自产台北你就加 LINE。我再说一次高雄的 LINE 是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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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个 go那台北的 LINE 是小老鼠 buy 台北小老鼠买台北。最后记得好房不好不要炒房，长期自产出租，配合政府的社会住宅政策，做个好房东，合法缴税。额外提醒，欢迎加入我买房阿元的付费频道会员，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OK。